OK， 这里是2K 实验室，我是 Sting， 我是 The Grieving， 我们今天来做教学，久违的教学啊，都在总馆啊，总馆很精彩啊，大家要去看。大家可以看我们总管对决啊。做教学做什么呢？就是 2K25 的打法，我自己觉得跟 2K26 的打法其实差距蛮大的。其实最主要是提升在节奏团的加强，就三分球真的太强，其实就跟现在 NBA 的打法转变一样，就是每个人都会投三分之后，你的防守啊，还有进攻模式其实都要改变。各位如果想要学习我们在线上比赛怎么赢的话呢，拜托把这一集看完，在后面我们还加一些秘技，你靠这个秘技就可以得超多分，就可以一直是赢线上比赛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打法改变最主要体现在两个点上面，第一个就是它节奏传真的太强了，就是 2K25 的节奏传没有说很稳定，就是你在三分球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很难做一个飘投，或是你整场都用三分球来进攻，你很难觉得说这东西一定会进，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固在上面，你顶多投定点三分。所以在 2K25 的时候，我自己的打法就是到两分线然后飘投。在两分线飘投的时候，它的命中率就高很多，比三分线高很多。对啊，但是现在 2K26，因为节奏团在加强，它都是期望值很高，就是很容易进，这很容易进啊，就是至少高个50%以上。这个进攻太简单了，而且如果你是用 Curry 的话，真的是超难守，然后超好进攻。各位去看总管对决，用Curry随便挡一下就直接飘了。这是第一个点，打法改变就是我们至少50%以上都会想要去投三分。真的像是现在魔球一样，就是 Murray， 就是你想要投三分，不然就进去欧洲步啊，欧洲步上篮之类，命中率比较高的方式，就进2分跟3分，跟3分，真的就是都要改成这个样子。然后第二个点的差别就是，我们看一下左边的控制器，2K26改变成就是它很不容易滑步，就是在2K5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要投定点三分，你需要跑到右边。然后又要往上推一下，然后再投，就是你要一个把它停顿的动作，球员才会停顿，才不会吃到飘投动作。对。然后现在2K26基本上你只要跑过去，然后你左摇杆还有冲刺键或是左摇杆不要按的时候，它就自己停下来。它的判定比较松，就是你不需要多做一个动作，然后它三分的命中率又提高，所以这会导致我们在2K26的打法跟2K5的打法会差距很大。第二部分我们就直接来呈现说，为什么持球投三分在2K 里面和在现实来讲这么重要。其实简单来讲，就是你里面守挡拆那个人，他很会被调动。就假如我现在叫 Draymond Green 来挡拆 ，Curry 是持球投三分王者嘛？但如果我有持球投三分的时候，他只要第一线被挡掉的话，他如果中锋站成退，就是 wide open。这时候我又不需要右摇杆往上推，我直接站定点。然后你就直接截投投篮了，直接截投篮，然后因为命中率很高，所以我基本上所有的打法，像 NBA 也是一样，你所有打法都需要创造这种机会。你只要创造这种机会，基本上就是三分打。而且如果那个人很强的话，就是一直三分，就是这样打。然后基本上你就会被迫这个人他就要贴上来，他就必须要贴上来包夹我，或者来直接换防，直接做个换防，然后绿就会可以切入进去得分。好，那我下来试一次，如果他贴上来之后会做成什么样子？好，我现在打一个，他如果贴上来的话，我怎么做？一定要贴上去，然后我这时候就可以传给 Draymond Green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三分球这么强，就是我切过去的时候，如果他没有来deny我，他就会站这里嘛，然后我到这边就直接投了。可是如果我有持球投三分威胁的话，他们的防守策略就会发生改变，他需要贴上来。他如果贴上来的话，我 Draymond Green 往内切就有很大的威胁。对啊，所以这一代的 2K6，你的中锋如果没有外线的话也没差，至少第一波挡掉之后，那个持球人至少会有空档。如果挡不掉，人家踩换防里面就可以切入这样。在2K6的时候，你只要持球的人有持球投威胁，然后中锋有顺下威胁，其实就够了，不需要5外，没有像2K25一样那么极致5外。那我们现在来讲说怎么去练习持球投三分。我们叫战术练习这边最好练习是 Curry 啦，你对面可以选一个 POA 强一点或是弱一点的。我们现在选火箭队，这样就可以练习。然后这边选改变进攻，你随便选一个 Fizz 15 Ghost 的 Fizz 15 Nash， 你随便按一个，然后按战术誓言。他如果是跟中锋打挡拆的话，你这边就可以练习。然后我们看了他是跟 Draymond Green 打挡拆的，所以我们就按开始练习，然后往右边走，然后往左边走，挡掉，然后这样可以练习三分。然后他没进的话，直接按左边方向键的右边重新开始，往右边，往左边，这样可以一直练习，就这样一直练习，就是一直开始重新练习，重新开始，然后这样一直练每个人的持球投。然后你如果勇士队练完的话，你可以去练火箭队，可以去练其他有持球投威胁的后卫，你就要去练习，你持球投就变很强。
OK， 那现在呢，我们有一个很讨厌、超级讨厌的招式，鸡巴的一个秘技，很鸡巴，超级鸡巴，超级鸡巴的。这个呢，我们在好几代以前就这样玩过，我觉得这就是游戏的 bug。对，游戏 bug。对，好，这个招呢叫做偷跑，攻其不备的偷跑。好，有没有看到现在 Draymond Green， 因为他现在三分是比较不稳的状态。如果是我呢，我会直接用 Ayton 去放 Draymond Green 去投。但是呢，如果 Draymond Green 因为有很大的几率不进，因为他投篮动作很慢，所以当我跳出去的时候呢，我 Ayton 跳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直接往我这边回去跑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会发觉当 Draymond Green 投出去的时候，我这边都没有人。对，我这边根本没有防守的。你只要确定对面三分不会进，对，然后你确定你可以抢到篮板的时候，你就偷跑，你就偷跑。我们来示范一次。好，有 Draymond Green 外弹，然后包 Curry 嘛，包 Curry， 然后 Draymond Green， 好，他投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然后我就Ayton就走起，然后前面有个大吃小的状态。有没有看到？这基本上就很讨厌，就是因为他会有个惯性，他投完之后不会进之后，他不见得会马上往回跑，他们不会回防，他会站原地。通常是他们一丢之后 ，Curry 他们都要一起回防过去，对，就要马上回防。然后可是因为这时候2K 他吃你投过去那个 bug， 就如果你这时候你投过去的时候，然后用视野外，因为那时候他视野是长这个样子嘛。就是你那时候2K 的视角是长这个样子，但你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人，他的动作已经是往回跑，他已经跑起来了。所以他往回跑动作的时候，那你就记起来，中锋他是 L2， 你就最主要是记得你往偷跑的那个人，他球员按键是什么？一接篮板，直接按 R1 加上他的按键。对，我Draymond Green还在这边，然后你只要用一个会一点点传球的人，然后就传过去，你看，然后就过来，然后就目的过来，他就过来，然后他冲，然后这边其实就是大小或是空档，你看直接过，然后直接上，这超狗。基本上你用线上这种招式，你整场比赛可以快攻个10几分之类都，对手就崩了，就是对面很辛苦的打一波战术，然后你一瞬间就2分了。而且建议呢用那个比较高个的人去跑，就中锋了，尽量都中锋了，或是 LeBron 的话就 LeBron 冲框怪，对，冲框怪这种，不要用 Curry 去跑了，你要对进去有危险的去跑。这是第一种，还有第二种，其实差不多东西，可是一样是没有人知道，一样超狗。现在来到我们罚球阶段，第二个杀招，罚球偷跑。那现在要怎么偷跑呢？你有没有看到我现在场上的站位？好 ，Curry 几乎是不会罚球不进啦。我们等一下就假装 Curry 罚球不进。我们会选择用偷跑的人呢，就是会用这两个，1号位或2号位，因为他们站在球场的最靠近敌方的篮筐，所以如果我要偷跑的时候是怎样？假如 Curry 第二球罚球没有进的话，然后他们也会有个惯性，他们待在原地。但如果这时候你去切换 Austin Reeves 或是切换 Luka Doncic 往那边动的时候 ，Moody 还有 Podziemski 他们是不会动的。对，他们会待在原地，然后 Austin Reeves 还有 Doncic 他们就会跑。反正你就是要靠这两个人来抢篮板啊！抢完篮板之后，然后直接传，然后对直接传，或是如果他们两个传球不好的话，你只给 LeBron 再传，你就先给一个会传球的再传过去。可是最主要就是你要在他罚球完的时候，你需要让 Austin Reeves 或是 Luka Doncic 有一个往那边跑的惯性，他才会继续往那边跑。等下示范一次，反正就他第二罚罚出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控制人了。你控制人之后，你就直接用 Austin Reeves 或者 Luka 直接往回跑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示范一次。OK， 我现在用 Austin Reeves 来示范。你们看到我那个球员指标已经在这边了，已经准备偷跑了。对，我不抢篮板，我靠那些人抢篮板，那你就会抢到篮板。对，然后我就跑起来。有没有看到没有人啊？前面没有人啊！这招真的超级狗，尤其在罚球的时候，对面我会掉以轻心，想说罚完了不会进不会进，抢个篮板，慢慢再看一下。对，结果我们就直接跑了。你看我们罚完球之后，然后某个很狗的乡村妈妈，然后这个手跑起来，然后直接上来，简单。你去看看这个偷跑，再加上我们对面3分不进偷跑，这两个随便你想得20几分，如果对面不会玩的话，你靠这招可以打赢对面。真的，你只要会防守，你根本不用会进攻，就可以直接赢了。反正你就知道对面投篮不进，你就直接跑，就直接往。而且对面会觉得说，干这三小，对啊，这到底是三小，莫名其妙一堆空档。对啊，好啊，那这集2K26的打法改变，还有最后一点小秘辛 paper 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